大家好，今日係2024年嘅10月8日，咁啊賴清德總統咧就喺前日啊就講咗一番說話喎，好玩味嘅。咁咧佢就話咧中華人民共和國啊永遠唔會成為咧中華民國嘅祖國。咁啊因為中華民國1911年成立㗎，中華人民共和國1949年成立。佢就話無論點都好啦，中華民國同埋呢個台澎金馬就緊緊結合咧已經75年嘅歷史啦。咁當然啦，佢嘅數學係計得唔好嘅。台澎金馬咧就同呢個中華民國嘅結合就並不是在於呢個1949年蔣介石播遷台灣或者叫撤退台灣、退守台灣、敗走台灣點都好啦就不是指於1949年嘅，而係在於1945年就當時咧從日軍手上咧接收台灣本土，咁所以咧中華民國在台灣咧就應該79年，而非75年歷史噶啦。咁啊，所以佢係計錯數。咁但係無論如何咧，佢講話喂唔會喎，咁你冇理由一個更老嘅人咧係認一個後生嘅人咧做祖國母親噶嘛？邏輯上講唔通嘅。咁所以咧好多台灣嘅藝人咧叫中華人民共和國咧就慶祝國慶嘅時候咧就係祝福祖國母親。咁呢個咧邏輯上係講唔通喎。咁啊嗱，佢講呢番説話咧，大陸當然啦有啲小粉紅咧就不能接受啦因為佢哋認為咧喺中共嘅邏輯底下，1949年以後中華民國就滅亡咗噶啦，就唔存在噶啦，所以咧只有一個中國就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咁呢個係佢哋嘅理論嚟，理論咧係空中樓閣嚟噶嘛，理論唔係事實嚟嘅。事實就係中華民國同埋中華人民共和國咧，1949年之後咧係同時存在而1949年至1971年咧，中華民國咧仲作為呢個嘅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咁啊一直存在，而中華人民共和國係不在聯合國嘅成員國嚟嘅，咁所以唔會因為佢是否成員咧而決定咧佢呢個國家存唔存在嘅。如果用呢個邏輯解釋咧，咁即係以前中華人民共和國係唔存在啦，自1971年之後先存在啦，係咪啊？個邏輯就唔通噶嘛。咁所以咧，我哋講事實。咁我今日咧就再進一步講下咧賴清德呢番説話咧個歷史意義啊。咁啊嗱，首先咧而家就話祖國母親喺10月1號生日，呢個係一個好奇怪嘅講法，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咧係10月1號國慶，係佢嘅個國慶，而唔係中國嘅國慶。中華人民共和國係1949年以後先成立噶嘛，所以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嘅國慶，而唔係中國嘅國慶，而亦都唔係祖國嘅國慶喎。所以祖國咧就即係中國人成日講話5000年嚟炎黃子孫，古代咧就冇所謂國慶嘅，就慶祝咧啲天子或者皇帝嘅生日。咁如果係嘅話咧，應該用軒元誕啦，軒元誕咧就係農曆3月初3。係咪啊？咁以往咧就通常譬如話呢個嘅唐太宗生日呢個乾隆皇生日就叫做國慶嘅。咁因為咧而家嘅所謂國慶咧呢個概念咧其實就係西方傳入嚟嘅。你查下呢個中國嘅古籍就知啦，呢個完完全全係西方傳入嚟嘅。譬如話喺清朝開始咧先有所謂國慶嘅概念啦清朝咧就係話咩呢個嘅御某國慶禮則元旗升炮以致賀其實就係即係王朝呢個嘅文章咧，就係你睇到清朝咧就係慶祝法國國慶或者咧中俄嘅會面適逢俄國慶典禮或者英國慶之期除去鴉片進口。咁呢啲咧喺皇朝經世文篇或者相關嘅材料咧，你就睇到啦。中國人咧首先知道咩叫國慶咧，就係因為西方列強嘅侵入。中國自古以嚟咧冇所謂國慶嘅，所以冇祖國嘅國慶。中華人民共和國咧係呢個嘅1949年以後成立嘅，就唔係所謂嘅祖國。祖國咧就應該係早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前就有所謂祖國噶啦咁幾時咧有呢個祖國咧？咁其實咧中國人咧所謂嘅祖國英文係 Motherland 啦，Motherland 呢個概念咧就應該就係喺晚清嘅時候咧就開始流行噶啦。咁而家我查一查資料咧，祖國呢個概念咧最早就係1857年喺上海嘅一本雜誌。就叫做六合重談咁就係翻譯咧啲西方嘅文章嘅，因為當時咧就要開始同洋人交往嘛，喺上海有租界嘛，所以咧呢個韋列亞歷咧就第一次咧將祖國 Motherland 呢個概念咧 Mother Country Motherland 呢個概念咧就傳入咗中國嘅。咁但係都未流行喎，係幾時咧？1887年當時喺日本咧就用咗祖國呢個概念啦，就用咗祖國呢個概念咧就係國民之友，讀粵祖國歌評譯
呢個書咧就傳入中國咯。咁啊，中國人咧只知道有祖國呢個概念啊 ，Motherland 呢個概念。咁啊，後來經過梁啟超1902年啦呢個生計學說原甲小史同埋咧地理與文明之關係呢兩個書咧就開始咧廣泛流行啦。咁啊，1年後咧陳天華嘅警世宗亦都開始推廣咯。咁啊，當時咧晚清嘅時期咧有一本字典啊，叫做英華大詞典，就由呢個嘅顏偉慶啊去主編嘅，就正式第一次將祖國 Mother Country 呢種咁嘅概念咧就寫入咗中文。咁所以咧祖國由此可見啦，就早於1949年咧就已經出現咗咯。所以祖國就係解釋咧喺嗰個領土，就唔係解個政權所以呢個係民族，因為咧晚清開始就從西方咧吸收咗所謂民族主義呢個 nationalism 咧就開始傳入咗中國。所以咧呢個嘅祖國咧，第一係解領土，第二咧係解佢民族譬如話以色列人當時咧就已經流亡四處啦嘛，佢哋咧猶太人咧就稱呼咧以色列做佢哋嘅 mother country， 係解領土嘅，或者亦都可以解民族日耳曼人佢哋認為自己嘅祖國係咩咧？當時咧就係普魯士啊，還是係呢個嘅大德意志帝國啊，還是係整個德意志同埋奧地利奧匈或者係呢個丹麥嘅部分地方，就視之為呢個嘅祖國啦。咁所以當時咧祖國民族主義嘅概念咧就喺嗰陣時興起，一係就講民族，一係就講領土嘅，就唔係講國家政權嘅。因為咧中國咧就有所謂朝代啊，朝代咧就清啊、明啊、宋元明清，咁咧就唔會咧叫做宋啊或者元啊叫明啊叫清做祖國嘅，因為咧皇帝就即係時時有然後咧就邊一個有能力就邊一個去當嘅咯，咁就唔會叫嗰個朝代做祖國嘅，就叫領土啦，係嘛？所以中國咧就話叫炎黃子孫，即係夷狄進中國，即係中國之呢啲叫祖國，可以係解民族，可以係解領土，或者中國文化咧可以解做呢個嘅文化嘅承傳，就係儒道墨法。邊啲人咧係擁護原道文化就叫祖國啦，邊啲政權咧就係所謂嘅批林批孔啊、批周公啊嗰啲咧就唔係祖國嘅政權嚟嘅。咁所以中國咧就應該加埋第三點，就係文化意義喺裏邊啦。咁所以就唔會話1949年咧先係祖國嘅生日嘅，1949年咧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嘅生日，呢個咧就冇問題嘅即係嗰個邏輯。但係佢話佢係祖國嘅生日咧，邏輯上咧係解唔通嘅。咁再者咧，而家咧就係好多大陸嘅人咧，就佢哋將理論咧就當係事實嘅，就認為咧呢個1949年之後咧，民國已經滅亡噶啦，冇民國噶啦。咁但係實際上而家咧仲無數人寫書咧，用民國做紀念噶嘛，係咪啊？咁所以就唔存在民國消失咗呢樣嘢啊。呢個咧就係中國古代咧叫正統論之爭奪啊，即係譬如話咧呢個嘅曹丕篡漢即係取而代之啦。漢獻帝咧就要退位啦、禪讓啦，咁後來亦都死咗啦。咁然後咧劉備咧就喺蜀地咧就係稱帝喎，呢個嘅稱帝就自稱咧為呢個漢代嘅正統，就係呢個超列帝即係佢係繼承咗嘅。咁所以你話漢朝係咪滅亡咗咧？喺嗰刻咁劉備係掛住咗漢朝嘅名號咧，仲係發展緊嘅，仲喺蜀國咧，即係劉備劉禪父子發展咗幾十年嘅時間喎。咁到底佢係咪亡國咧？係咪啊？咁所以呢個邏輯上咧就係講唔通嘅。同樣道理呢個嘅宋朝就係因為咧今人啦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今朝咧就係即係將呢個北宋咧就係打到去南方。咁北宋打到去南方嘅時期咧，南宋就冇滅亡嘅，佢仍然係存在嘅。雖然開封咧就係由呢個嘅金人去控制咗，所謂直把杭州當汴州。但係南宋咧仍然係存在咗嘅，甚至乎南宋咧係長命過金朝嘅，因為最終咧蒙古就滅咗金，滅咗西夏，而呢個嘅南宋咧一直咧仲係維持咗一段時間嘅，咁所以呢個嘅唔會因為個政權咧播遷咗、退守咗、撤退咗，而係說明咗個王朝係滅亡啊嘛。你理論你話佢亡咗啦，但係佢仲係存在喎。仲有咧東晉亦都係喎，因為咧五胡亂華啊嘛呢個西晉咧晉朝咧就由中原啦就播遷咗去呢個江左江東咁所以佢仍然係存在咗嘅。而呢個嘅北方咧不斷有朝代嘅更替啦，國家興亡啦，但係呢個東晉咧都仍然存在咗，直至到南朝啦宋齊梁陳就係發展咗出嚟。咁所以唔會因為嗰個朝代或者嗰個政權
係有改變領土大勢，而係說明咗佢係事實滅亡啊嘛，事實係未滅亡啊嘛。咁啊，劉備個例子係難啲嘅，因為劉備到底係咪代表漢室正統呢？因為佢係疏唐親戚嚟嘅，仲要疏到不得了。佢係漢景帝中山靖王之後隔咗幾百年嘅後代嚟嘅，到底係咪正統咧就好難講咁啊。但係頭先所講嘅東晉啦，以及呢個南宋啦，就係正統嚟嘅喎。同樣道理啊，呢個嘅中華民國咧，就係1949年咧就播遷到台灣，佢就帶埋呢個嘅全國玉璽帶埋呢個嘅溥儀啊所寫嘅，即係所謂溥儀署名嘅啦呢個嘅稱帝咧遜位詔書喎。中華民國咧個國造咧仍然係存在咗嘅喎帶咗呢個嘅南京條約，帶咗好多咧重要文獻文書就去咗台灣，咁所以佢一直係存在咗嘅。咁佢同南明係唔同嘅，南明咧即係鄭成功咧就掛住呢個嘅呢個永曆帝嘅年號，但係永曆帝已經死咗啦嘛，所以咧南明咧鄭成功佢就係純粹係一個地方軍閥政權嚟嘅，而台灣咧係所謂中華民國咧1949年以後咧，或者1945年以後咧，佢仍然係真實存在咗喺台灣嘅。作為聯合國嘅常任理事國，作為中國嘅法定代表，佢仲係存在咗嘅。只係49年至到71年之後咧係存在，71年之後就唔存在啦。即係唔存在於聯合國，但係並不等於呢個國家不存在啊嘛。所以賴清德講嘅嘢係冇毛病嘅，邏輯上係通嘅。當然啦，亦都唔反映到民進黨自己嘅立場。民進黨佢裏邊或者深綠嘅分子就主張廢除國號、更改憲法。但係如果一旦廢除國號同更改憲法嘅話咧，咁啊頭先所講嘅嘢完全不成立㗎啦。亦都正式成為另外一個新嘅時代啦。呢個兩國論。咁但係中華民國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咧，佢而家其實某程度咧都係一種兩國論，就係兩國同時並存嘅。咁但係問題蔣介石蔣經國嘅時候咧，就佢調翻轉，佢哋唔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佢哋認為咧中華人民共和國咧係所謂嘅匪國，或者係叫做呢個嘅淪陷區，佢哋係咁樣形容噶嘛咁啊，所以咧毛澤東咧嗰陣時咧嗰啲書咧，凡係寫出毛澤東咧就係遊手。油啊，即係嗰啲酋長咁解啦，係賊嚟嘅毛匪就用咁嘅方法去寫，咁呢個咧就係互不承認啊嘛，呢個就係互不承認啦，就係呢個九二共識嘅基礎嚟嘅，互相唔承認就係各講各說話雖然咧大家互不承認，大家咧仍然係邊打邊談，所謂金門炮戰咧，其實就邊打邊談，大家都知道嗰啲炮咧係射唔中對方嘅，大家都知道啲炮咧冇辦法滅咗對方嘅，但係大家仍然係打，就要顯示咧仍然係處於內戰時代，就互相咧要統一對方嘅，係內戰時代，所以我稱之咧呢個歷史上就叫做金門約炮事件，就唔係金門炮戰，係約炮，大家喺一個約定嘅，係互相咧打炮，就透過打炮咧嚟形容咧係當時仲處於內戰階段嚟嘅所以賴清德或者係甚至乎早期嘅李登輝、陳水扁、蔡英文，佢哋咧就係調轉咗啦，佢哋呢個另類嘅兩國論，就唔係承認兩個唔同嘅國家，英國、美國唔係咁樣承認兩個國家，佢係承認一個內戰中嘅狀態，中華人民共和國同埋中華民國係兩個國家。簡單嚟講，呢種咧歷史上並唔係冇存在嘅，呢種叫南北朝。南北朝咧就以宋代啦，薛丹同埋呢個嘅或者讀契丹、黑丹應該係根據拼音咧，劇飛。契丹應該係讀契丹嘅，所以契丹應該可能準確啲。以前我聽阿張偉國教授咧，即係香港電台嗰個，佢係讀黑丹嘅。咁但係我啊中意讀契丹或者薛丹啦，冇乜問題嘅。咁喺薛丹嘅時期咧，就係互相以南北朝稱呼對方，北朝皇帝、南朝天子。因為咧，自從呢個宋真宗澶淵之盟就係簽訂咗和約，呢個所謂城下之盟啦。呢個薛丹人咧冇辦法南侵，而宋朝人咧亦都冇辦法咧係收復翻呢個燕雲16州，所以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就簽訂咗互不侵犯條約啦。呢個澶淵之盟就係奠定咗南北朝同一個國家，係咪啊？北方咧燕雲16州自古以嚟屬於中土領土嚟噶嘛，係嘛？自春秋以嚟就係燕國嘅領土咁呢個係不可分割嘅領土嚟嘅，但係實際上係失去咗啦。咁所以咧互相以南北朝稱呼。咁而呢個嘅賴清德呢套邏輯咧，就係以南北朝咧係稱呼咗，即係簡單嚟講係承認咗一個原本嘅國家領導咧已經係出現咗兩個政權啦，所以叫一中就兩府，一個中國兩個政府。
咁但係咧，佢由一中兩府呢套理論咧，再衍生到咧成為兩中喎，就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同埋中華民國。咁呢個北京當然唔接受啦，因為北京佢哋係講政治正確，係講理論而唔係講客觀嘅事實噶嘛。客觀嘅事實就係中華民國嘅護照咧係全世界都承認嘅。你話佢係入唔到聯合國啫，唯一係入唔到聯合國，攞住中華民國嘅護照入唔到聯合國總部，去唔到美國，但係即係佢去美國係免簽啦，而去好多國家都係免簽，免簽嘅國家遠多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嘅護照。咁呢個係一個客觀存在嘅事實。咁所以我哋討論歷史咧，唔係淨係講理論嘅，就要講事實嘅。因為歷史學家咧就係研究事實，而唔係研究咧啲人講邊啲係政治正確、政治不正確、政治正確、政治不正確咧，係當權者咧嘲弄嘅玩弄嚟嘅啫。咁所以呢個要了解啦。咁所以今日呢個導讀咧就話俾大家知，賴清德所講嘅嘢邏輯上冇毛病，但係當然佢嘅背後嘅個理論根據咧係有變化嘅，同以往李登輝、陳水扁、蔡英文時代進一步咧由所謂嘅一中兩府，以往嘅兩蔣時代所謂嘅互不承認，變成咗一中兩府。有一中兩府咧，而家演化到兩個中國，兩個中國咧，咁之後會再點演化咧，就即係大家都可以預期嘅。咁但係好似呢個嘅大陸嘅立場咧，無論你係講一中兩府，還是係兩個中國，都係叫台獨噶啦。佢無論如何，佢都當你係台獨嘅。周子瑜攞住中華民國國旗，佢都叫你台獨嘅。總之你唔承認佢嗰套理論咧，你就台獨噶啦。咁所以國民黨就話何必要激怒佢咧？咁但係根據國民黨個講法咧，佢都係台獨嘅喎。中國國民黨掛住青天白日滿地紅，佢都話係台獨嘅喎。慶祝雙十國慶，佢都話係台獨嘅喎。所以咧即係無論係國民黨定係民進黨，佢都係唔會容納嘅嗰套理論。所以國民黨即卑躬屈膝咧，就係只能夠換取4個字：自取其辱啦。無論如何，今日講到呢度啦，希望大家喜歡啦。收費頻道 Patreon 仲有文字版嘅。喂，講起台灣咧，我就嚟緊咧12月咧就會去台灣嘅喎。咁所以咧，如果有興趣咧，跟我去台灣嘅朋友咧就可以報名嘅。咁去邊度報名咧？就係梁子珊個網站度啦，就叫萬事屋 Max House。咁咧其實已經係滿團噶啦。咁但係咧，我哋可以加開多一架細車啦。所以如果有興趣再報名嘅朋友咧，就可以報5日4夜喺呢個12月15號至到19號就去唔同嘅歷史名城啦，去睇啲古蹟。啲古蹟一般人咧就唔會去睇到嘅。咁我哋會帶大家睇，譬如話去睇呢個嘅艾森豪威爾呢個嘅艾森豪威爾，仲有尼克遜總統去住嘅地方就係圓山大飯店嘅秘道啦。亦都咧帶大家去睇呢個嘅鄭成功嘅遺址。同埋最重要嘅就係會去嘉義嘅故宮博物院睇下見唔見到南京條約嘅正本喎。咁所以有興趣嘅就可以報名啦。8800蚊咧就已經過去咗啦，而家咧就收呢個嘅9500蚊港幣唔係台幣啊。咁呢個係 QR code， 有興趣嘅就可以 scan 咗呢個 QR code 咧去查詢報名嘅。OK， 咁放大啲俾大家睇個 QR code啊。所以今日就講到呢度，希望大家喜歡啦，拜拜。